大家好，歡迎收看時事金掃描，我是金然，請訂閱我們的頻道啊，支持我們點讚、留言，並且推薦轉發。這兩天，為了台灣，中日之間的衝突是不斷的在升級，而且這一次，因為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的出現，中日台之間甚至可能還會加上美國，可能會因此發生質變。命運之手似乎在背後推動東亞局勢轉向新的階段。11月16號，日本海上保安廳通報說，有4艘全副武裝的中共海警船闖進了尖閣諸島領海，中國呢叫做釣魚台列島，而中共海警局當天發了聲明，說這是正常的維權巡航。說起來啊，這些天中日之間眼看着這個事態是天天升級，這裡面的事兒可大了。造成中日最近火爆氣氛的導火索，就是剛剛當選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一句話。別看是日本的首位女首相啊，她不是那種溫吞水式的政客。日本政府之前在海峽兩岸的關係上一直是採取模糊表態。而在他這兒呢，就變成了鐵板釘釘了。11月7號，日本國會預算委員會的會議上，在野黨議員追問說，如果中共國對台灣動武，那麼日本會不會介入呢？高市早苗投出了一顆重磅炸彈，他說，這絕對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日本自衛隊有可能有限行使集體自衛權。換句大白話說啊，就是如果中共攻打台灣，日本會出兵動武。要知道，之前的日本首相，包括安倍晉三，都只敢說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種比較含糊其辭的話，而高市早苗等於是首位日本首相挑明了，如果中共打台灣，就是直接威脅到了日本的生存。雖然高市的意思啊說得很直白，但至少人家話說的還是有規有矩的場面話。而中共駐大阪總領事的一個貼文，則讓這場爭端進入了一種街頭黑幫式的戰狼境界。11月8號晚上，中共駐大阪總領事薛健在推特上轉發了關於高市的報道，然後他就寫了一句震驚外交界的話，這個原文是用日文寫的，翻譯過來就是我別無選擇，只能毫不猶豫地砍掉那顆衝過來的骯髒腦袋，你準備好了嗎？如果說高市早苗的那句話還只是丟出來的一根導火索的話，那麼這位薛戰狼就等於是別無選擇的、毫不猶豫的湊上去點着了火。雖然薛健啊很快就刪了這個被外界形容為斬首貼的文字，但火已經是點着了。他在中日歷史上已經算是濃墨重彩的書寫了見狼點火的歷史篇章，或許以後會成為中日文學中出現的一個新成語。日本外務省當天就召見了中共大使吳江浩，嚴正抗議極其不當，威脅民主領袖。而日本自民黨外交小組更是直接提案，如果中共國不處理這個薛健，就宣布他為不受歡迎人物，直接驅逐出境。而高市早苗只用了一句話來回擊，他說，我的言論符合政府立場，不會撤回。最有意思的還是美國驻日本大使諷刺這位薛健，與其說是戰狼，更像是一隻沒訓練好的狗。結果台灣前駐日代表謝長廷馬上就添油加醋，一本正經的提意見，說愛狗人士恐怕會認為這麼形容冒犯到了狗了。而台灣網友居然要謝謝這個薛健，
誇薛艦的這種做法，有力地加強了台灣海峽的安全。說起來啊，這個薛艦的戰狼本色啊，早就露出來了。今年6月份，薛艦在 X 平台上發帖，把以色列和納粹德國相提並論，被以色列駐日大使譴責，指他公開煽動對以色列的仇恨，稱是對大屠殺記憶的嚴重侮辱。奇怪的是啊，薛艦本來是屬於中共外交圈裡的一個老將，而大多數的中共外交官因為中共的嚴格管控體制，一般都會謹言慎行。而薛艦的這次突兀的舉動，我覺得很可能有2個原因，一個呢是本身就是被上面授意借用他的嘴來挑起反日浪潮，而另一個原因很可能是因為啊，這個薛艦今年已經57歲了，在他現在的這個位置上是即將面臨退休了，而中共駐法國大使盧沙野之前發表出格的戰狼言論反而被重用的例子，讓某些人覺得是可以照貓畫虎，直接爭取升遷的機會。其實，在這場中日爭端中啊，真正讓中共畏懼的，除了日本軍事介入台海爭端之外呢，更深層次的恐懼是日本擁有核武器。而更大的擔憂啊，是不但日本領土上有核武器，這個核武器還是比中共的核武器遙遙領先的美國的核武器。正所謂怕什麼來什麼，薛戰狼不但成功地點燃了這把火，還讓這把火燒向了中共最不願意看到的地方。薛艦發表斬首論的第3天，11月10號，高市早苗公開表示說，將發起修改現行3項無核原則，也就是不擁有、不生產、不在日本本土部署核武器的討論，探討美國在日本本土部署核武器的可能性。不要以為高市完全是因為這個薛艦的言論引發強烈反彈才這麼說的。在高市去年寫的一本書裡，就曾有3個無核原則不現實，美國的核武應該進入日本才能真的阻嚇中國這樣的內容。高市早苗其實只是借着薛戰狼冷不丁對天長嘯的契機，借力打力，要讓美軍的核彈進駐日本，應對中共軍力近期不斷的擴張。像福建號航母剛剛下水，東風導彈正瞄準日本。高市的這招出的時機和火候可以說非常之老道，本來會覺得很突兀，但伴着一聲中共戰狼的乾嚎，一下就讓日本人覺得，高市的提議恰到好處。這個薛艦，你說到底是在配合誰呢？天氣變化時節，身體最需要保養，可以考慮普瑞堂的選保黑參。選保黑參有2種產品，一種是完整的一根一根的黑參，真空包装，送禮體面；另外一種是口服液。2種產品的原料都是用韓國產的6年根的高麗參，再經過傳統古法釀造而成。很多用過選保黑參的朋友都體會到黑參補充體力和提升免疫力的效果。如果感興趣的話，可以點擊電視下方的鏈接，或者是掃描屏幕上的2維碼，然後輸入給我們觀眾的專用優惠碼，就可以享受全球的免費郵寄。如果您購買500美元的普瑞堂的產品，還可以獲贈1根選保黑參的原根。日本共同社11月16號發布了最新民調，高市內閣支持率已經衝到了69.9%，比他剛剛上個月上任的時候上漲了5.5個百分點，而不支持度呢，從23.2%降為了16.5%。
這不僅是這一個民調啊，另外還有由朝日新聞和全日本新聞網分別做的另外2個民調，都得出了差不多的結果。另外，贊成在台海衝突時对中共动武的民众也超過了不贊成的，而贊成重新討論日本核政策的民众是高速上漲，高達多少呢？從20%一下上升到了近40%。应該說啊，把日本民意的戲劇性變化都推到人家中共駐大阪總領事薛健的身上，還真有點冤枉他。因為這幾天中共在國內的做法，在往日重複使用掀起仇日情緒的基礎上，正在花樣翻新。近日，中共當局突然發出了旅遊警示，說日本近期的治安惡化，中國公民安全風險大，避免前往。11月16號，中共教育部跟進，也發布了留學預警，稱近段時間以來，日本社會治安不穩，針對中國公民的違法犯罪案件多發，治安形勢和留學環境不佳，提醒擬赴日留學人員加強風險評估，建議中國公民呢謹慎規劃赴日留學的安排。而中國的3大航空公司啊，也就是國航、南航和東航，應該是得到了指示，是一起發了公告，12月31日之前赴日的機票可以免費退改。为協助行程涉及日本航線的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國國航、東航、南航相繼發布了日本航線客票特殊處理的通知。對於符合條件的客票，可以免費退改。旅客可以通過航空公司官方渠道了解詳細退改簽政策和辦理退改簽手續。令人莞爾的是，昨天啊，日本的第29任航空幕僚長叫田姆神俊雄，針對中共國提醒公民近期避免前往日本，發文回應道，說對此我表示非常歡迎。讓日本感到困擾的正是中國人在日本境內過多，日本應該努力建設一個不依賴中國遊客的國家，這將有助於日本走向更加的和平。有中文媒體啊更是表示說，難得啊，中共有一項政策是讓中國人也開心，日本人也開心，台灣人也開心，全世界都開心。估計啊，連奈良公園的那些鹿都開心了。不過媒體這次啊，似乎也沒全說對啊。中共勸中國人不去日本，但上海浦東機場赴大阪航班櫃台啊，這2天還是在大排長龍。有能力去日本的中國人似乎對勸告不以為然。記者問登機的中國旅客呀，對此怎麼看？回答是：外交部說危險嗎？政治跟我無關，我就是去泡泡溫泉而已。一對帶小孩的夫妻對日本記者表示說，知道警示了，但行程不會改，日本的治安很好，我不擔心。另一個年輕女孩更直言說，就算免費取消也不幹，政治別攪和了我的假期。難怪中國網絡上有人發帖說，能去日本的忽悠不了，能被忽悠的根本就沒錢去日本。最逗的是啊，中國網友發了一個視頻提醒大家說，2年前有重慶人真信了日本核廢水的那個政府宣傳，結果熱血沸騰的主動上街抗議日本，結果發現什麼？好像政府並不是希望你真愛國啊，只是希望你真聽話而已。绑日本人的哦，哪里的？我說給你不聽，這說不聽你跑哪裡了哈？喂，綁日本人，我抗議日本人黑水法，他們就這樣對我啊！你看，他們就這樣對我。喂，大家看看，快發到網上看那些人，搞東西的，搞啊！好了，啊，我們就看。
至於昨天4艘中共的海警船進入釣魚島附近海域，更屬於是中共每次都用的老梗了。釣魚島其實是指幾個系列的小島在這裡。中國呢稱釣魚台列島，而日本稱作尖閣諸島。其中最大的這個島就是釣魚島這裡。你會發現這個島離台灣和離日本的石垣市都是170公里，而離中國大陸最近的地方也有330公里。而且呢，這3方都稱對此島擁有主權，而中共更是把這個島當做了萬金油了。只要是想鼓勵中國人對日本的仇恨，就會先拿出南京大屠殺來。如果覺得這力度還不夠，欠缺現實意義的話，就會再加上這個釣魚島。這次看來需要大用一次了。但您放心一旦中共是需要和日本講友好的時候，這個釣魚島就會被打入冷宮，不再提了。可能是用的次數太多了。不但對老一輩中國人效力減弱，对中國年輕一輩更是只剩下網上的那一小堆小粉紅還吃這一套。一個非常具諷刺意義的現實是，日本的動畫片叫《鬼滅之刃》，在中國上映剛剛3天，票房就高達3億人民幣，成為此片海外最大票房，首日就破億。網友吐槽說，官方大喊反日的時候，中國年輕人卻在影院裡看日本人砍鬼。看來這個削劍的劍狼刀法被日本《鬼滅》裡的炭治郎給砍翻了。最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看來是憋着一股勁兒，正笑嘻嘻地對中共發動鬼滅式的反擊。他計劃把日本國防預算提升到 GDP 的2%，研發更新型的潛艇、遠距離打擊能力和網絡戰力。不僅呢要鞏固美日同盟，更是最新呼籲要日本應該和美國、歐洲還有台灣建立準安全同盟，共同維護區域和平。其實在我看來中國老百姓與其在中共的忽悠下對着大洋對面的日本咬牙切齒，還不如把您的目光收回近處，多擔心一下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吧。今天推特上有一則消息是刷屏了，中國第8屆國際器官捐獻大會12月6號到8號在廣州召開。紅十字會器官捐獻中心移植基金會聯手，由廣東省醫學會和南方醫科大學珠江醫院扛起大旗。官方海報喊着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還拉上了一帶一路。國際器官捐獻大會這個名字是不是聽着都已經是毛骨悚然了？有網友附上了一張照片，上面寫着，看到這種箱子馬上就會明白2個人只能活一個，而死的那個是非常健康的。而另一張照片更是讓人毛骨悚然。還記得中國著名的胡鑫宇失蹤案嗎？2022年的10月14號，江西省上饒市致遠中學的學生胡鑫宇失蹤後106天，警方稱經過了調查，認定胡鑫宇是用2根鞋帶自縊身亡，而胡鑫宇被活摘器官一直是外界的主要質疑。最近有人貼出了一張照片，照片顯示就是在10月14號當天的監視畫面裡，胡鑫宇的身後有一個女人，手提着一個箱子。有知情人揭露說，那就是裡面有器官保存液的箱子。這家公司因為有這個專利，正準備上市。以前做器官移植手術只能是什麼供體和受體同時手術才行。有了这个器官保存液的专利后，摘下來的器官可以保存8個小時。難怪
有人看到這個中國第8屆國際器官捐獻大會的海報，不禁直呼啊，這是害的人還不夠多嗎？活摘器官是要升級為國際2.0版嗎？這一次的時事新掃描就聊到這兒了，需要您持續的支持啊！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點讚留言，並且推薦轉發給您的親朋好友。如果願意在資金上直接支持我們，就更加感謝了。下期節目時間再見。